康熙为什么那么好看啊？就是康熙一沉闷的时候，小 S 就力挽狂澜。那就像一场沉闷的足球赛，有一个人踢进1分，全场的观众呢为之欢呼陶醉的同时，他就在乎那进球的一刹那而已。所以足球踢了那么长的时间，观众在记你怎么运球、怎么挡人吗？没有，观众记的就是进球的那一瞬间。林心如演戏也是一样，就是她让观众刹那之间泪崩的那一刹，那个就是立功的时刻。我们看《还珠格格》的时候，谁会记得那些在清朝的宫里面走进走出的那么多的人？你还是会看那几个打动你的角色，因为他们射门得分了，他们要你笑你就笑，要你哭就哭。所以林心如赚到了很多人的热泪，小 S 赚到了很多人的笑声，范甜甜你自己赚到了大家的欢呼，那就是你们力挽狂澜的时刻。我们有钱的大老板们不花钱在你们身上，花钱在谁身上？对不对？所以你们刚才双方都非常的理想化，一边在讲要靠制度，一边在讲是 family。好，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我对于每个人生活的追求最简单的原则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生活追求最简单的原则是实现你自己。你很弱，就实现那个很弱的你自己；你很强，就实现很强的你自己。人只有在实现了自己，才会感觉到快乐，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你赚多少钱，你创多少公司，那都不值得你实现你自己。如果你很会种花，把花种好了，你就实现了你自己，你就会感到满足跟快乐。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当别人能力很差的时候，你要不要力挽狂澜？你力挽狂澜，在我想象中，既不是那个制度要求你们要分工合作，或者是这边说客户会满意或者是不满意，是你有这个能力，你干嘛不实现你自己？你为什么要把2只手插起来说，老子就是不帮你的忙？你耽误的是谁？你耽误的是你自己啊！你有几次机会可以把手这样踹起来说，老子不帮你忙？你每年12个月踹12次手，你这1年就过去了，你要到哪一年才实现你自己啊？所以你有能力，你就要发挥出来。你何必为了别人是笨蛋还是弱者，你就不发挥你自己？这没有道理嘛。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哦，那你有能力力挽狂澜，你当然展现你自己。那些没有能力力挽狂澜的人怎么办？那些就是求你的人啦。世界上就这么2种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辩题是说，当别人求你的时候，你要不要出手？我是绝对出手的。我干嘛不出手？我不是为了可怜他或怜悯他，我是为了实现我自己。我是想知道我自己可以讲到什么地步。你认为我每次在这边讲话是为了要让我的队伍赢吗？我在这边讲话是我要讲我要讲的话呀，我是要讲给你们听，让你们听进去我觉得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就算我讲了什么话，让分数变得比较高一点，那真的不重要。就是你力挽什么狂澜？你在你这边餐厅里面，像如今讲的，他培养了什么美德？就是别人不做事的时候，他做事啊。你认为那个勤劳的美德没有种在颜如晶的身上，让他变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人吗？我觉得有。所以每一个人的经历，每一次力挽狂澜，最后是作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让我们变成一个更棒的人。心如刚刚讲得很客气，说同一个笨蛋新人不会跟他每一出戏都撞上。如果撞了3次，心如总会开口说：“我们下次不要再请那个人跟我一起演戏了吧？”可是很不幸的事情是，当林心如说“我们不要再找那个笨蛋跟我一起演戏”的时候，还会跑出另外一个新的笨蛋来的。所以林心如还是得力挽狂澜，她还是得在这出戏很沉闷的时候表演一个特别棒的一场戏，让观众为之落泪。然后康熙要做10几年的节目，我们哪一集不会遇到一点状况？我们怎么会不需要小 S 力挽狂澜，让大家笑出声，觉得这一集是值得欢笑的一集？所以力挽狂澜是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为了那个求你帮助的笨蛋。谢谢。说得好，哎，他也点头。林心如小姐，康哥好，丁心老师好，哎心如马东老师好好，林心如小姐你好，看到你总是开心的事情。看到你们我也很开心。这么瘦啊！就是啊，没有容许过自己变胖过？有啊，我都胖脸。没有啊，有巴掌脸啊，就熊的巴掌。我们是一个很严肃的节目，我们一般都是学术探讨，不太严肃对，不太问这些八卦的问题。然后 OK 然后他们也正好嘱咐我们说，你的那些八卦就是千万别问，是吧？不问啊，不问是吧？对对对不问嘛。对对，八卦不问，八卦我们就自己聊就好。我们自己聊，不要问，不可能不问。
欢迎收看由有钱有势又有范儿的有范儿 APP 冠名播出的《奇葩说》。本节目由国际扛饿大品牌鼓励多燕麦牛奶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选手服装由有范儿 APP 提供。大家好，我是虽然割了眼袋，但依然会长出来的艾曼马。大家好，我是虽然没有割眼袋，可是我的眼袋还是比马东小的 KK 康永。大家好，我是被人称为毒舌的那个，但是没办法，我这一辈就毒下去了。JJ 金星，我们是黑剑。你觉得我们这开场白怎么样？还不错，有乌鸦你真飞过的感觉。你真的是太没品味了。来，让我们全场热烈的掌声送给我心中的女神林心如小姐。谢谢。暑假到了，哇，缠缠绵绵。哇，真的是神一样的存在啊！神一样的存在坐在林心如小姐旁边，我突然有一种梦回唐朝的那种感觉。老师，我们是清朝的。你当时的丫鬟，人家现在已经是唐朝女王了，对不对？心里会有点酸吗？不酸，好酸，为他加油呢。真的吗？你现在自己投拍剧了，对吧？是。然后你拍了那些剧都，他们给我叫有什么？反正都是4个字的。4个字的。对啊，剧名都是。秀丽江山啊，对。然后那个寝室皇妃啊。对。没有好多个字，姐姐立正向前走啊，16个夏天呢。有超过4个。广告就做在这儿了。因为他本人有很多别的广告要报啊，对对对，占用你时间了。没关系，我就借着你这句话，我觉得你所有的那些剧，只要有你在，都一定会拍得非常有范儿。谢谢，谢谢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谢谢。同时谢谢鬼力多燕麦牛奶赞助我们，谢谢。每一次这个女神来的时候，我跟康永哥、跟金姐，我们都焦虑啊，就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对对对，然后奇葩说不是专门说不该说的话。大家都很好奇，就是一个女神，而且神了那么多年，到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你选择另一半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呀，对呀，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就第一个就是颜控。我得长得好看，好看哦，颜控，拍讲颜控，你干嘛整个脸垮下来啊？你颜挺好的，割了眼袋之后，是吗？是。什么演技啊？就现在会更重视内在，需要他有担当、有肩膀。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对颜值放低了以后，找内在了，是什么时候开始？颜值一直没放低，但内在要求更高了。前觉得颜值高，就算内在不太好的话，我觉得他。但一般是有颜值的没内涵，有内涵的没颜值。林心如，你今天走进摄影棚之前，我不是跟你讲过讲话要小心吗？对。你刚刚讲说过去的颜值好，内在不怎么样，真是让我捏了一把冷汗。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刚才这个话题会伤到谁呢？没有。啊，这个头爆炸了。好吧。我整个头像宿醉一样痛。非常感谢林心如小姐，然后。对，我们好像还卖出去一个 mini talk 来着，忘了。你什么都卖啊？mini talk 给拿去卖。如果允许你和你的男神或者女神，在无垠旷野中露宿一晚，露天哦，你会选择怎么度过这一晚上？先下手为强啊！如果是我的男神的话，在饥寒交迫情况下，你还是要先下手为强啊。就是先得手，先得手再说。您呢？这晚上别睡了呗。
要做的事儿多了呀，嗯，不能只做那一件事儿，好多事。很多事儿都要做完了以后，明天再也不见我的男神，我有很多东西我可以回味着，对吧？如果是12个小时的话，晚上嘛，12个小时当做24小时来过。我有打算放人家活着回去。你这是在旷野中把别人刨坑埋了的意思。对，康永哥会选择怎么过呢？我就会跟他讲1001夜的故事吧，就开始把他给勾住，让他每个晚上都离不开我。好高哦！在一夜把另外的1000夜给办掉，对，真是太好了。你呢？我应该开着一辆东风标致308S，在旷野中跟他共度一晚，因为308S 有着超大全景天顶。当我跟我心目中的女神坐在东风标致308S 里面，仰望星空，然后一起说：看雪、看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你们都知道这句台词啊？哇！我也知道。其实不光你一个人知道，我们现场还有一些我们的选手，比如那边那位李如如小姐 Hello， 你好。她特别会给你的剧配音啊。我们有一个片段来试一下，如如来给我们试一下好不好？好。来吧。小燕子，在皇上面前，你就是我，你带我得到他的宠爱，带我拥有这个阿玛，我感同身受。你起来吧，不要一直跪着，起来，我们好好说话。配的比我还好。厉害耶！因为我是看着你的戏长大的。我跟你讲，李如如，你真的不会说话。我都是看着她戏长大的，我怎么这么说呢？哦，对，突然想起来了，原来这是一个辩论节目。来吧，让我们看一看今天的辩题。同事工作能力弱，总求你力挽狂澜，你力不力？在职场江湖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能力差，态度好，身为员工却比领导都知人善任。生死关头时，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你，求你力挽狂澜。他们就是你永远硬不起来的 loser 同事。面对他们，你有2种选择，一种就是认命，俗称以大局为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正所谓好人一生加班。同事能力差，出工出力不出场绩，弄不好适得其反，扔下一堆烂摊子，让你进退两难。与其这样，还不如必要的时候帮上一把，既突出自己，又上下和睦，换一片好评如潮，说不定还能让你在众多 loser 中脱颖而出，化身 leader。另一种选择是坚决不帮，在这个适者生存的社会里，带一只猪闯荡江湖，意味着你在和整个生物链做斗争。我弱我有理，你能你活该。这大概就是他一次又一次心安理得让你力挽狂澜时候所想的了吧？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你如果心甘情愿承认自己是只猪，那就给我披星戴月的滚！所以同事能力差，总求你力挽狂澜，你力不力？今天对面真是实力非常强劲，范甜甜、秋晨、艾丽真是大咖云集。看到这些大咖，我是非常紧张的。但是看到对面有艾丽，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们的对手是陈明、胡天宇、颜如晶3位辩论圈的高手。你干嘛？你自己是辩论圈的好吗？看到他们3个，我也胆寒啊！哦，怎么会胆寒？怕什么？讨厌陈明。对面谁会先发言呢？艾丽。艾丽发完言，他们心里的石头也才能落地。艾丽发完言，应该甜甜直接就攻击他了。对，甜甜就去奇袭他。他还敢黑你？这个变态，看我能死他！陈明为什么会讲艾丽的原因，我认为他是嫉妒艾丽。在他来之前，艾丽是我们全场鸡汤王，是吗？就是啊，对，然后他就撒了个比他更高级的那个鸡汤，他是狗血王好了，他真的是千年老鸡炖出来的鸡汤，真的是。秋晨可能是放最后，那秋晨就交给我了吧，也只能是你了。2个汉子之间的对决。好，题目出来了，
同事工作能力弱，总求你力挽狂澜，你力不力？现场100位观众，红蓝键，正方力，反方不力，请选择。3、2、1。你以前演戏的时候，以前你身边那个演你丫鬟的那个人，后来演了女皇的那个，他一条一条他老是不过，最后他求你力挽狂澜去帮帮他，你力不力？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是新人，所以就我们没有什么力不力的问题。可是如果以我现在已经就是比较资深了，然后比较多一些经验的话，我绝对是帮的，绝对是力的。演戏是一个群体的工作，所以一定是要大家一起好，这个戏才会好。但是这道题的前提就是，其实这人挺烦的啊，因为在每一次每一个可能的瞬间，他都需要你力啊，你还力吗？不是第1部戏啊，第2部、第3部还跟你合作，还需要你力。对，我应该没有那么多部戏可以跟他在一起合作了。所以你是选择力还是不力呢？基本上我是会力的。如果我们还在同一个 team 里面的话，我就力。但可能力完了，他自己还是没长进，1次2次就是没有下一次，就再也不会再合作了吧。所以你还是在力和不力之间。我们是一个辩论节目，你必须力还是不力？力，有那么为难吗？力，好，金姐呢？啊，我肯定是不力的，就我的脾气，1次 OK， 我不了解你，那需要帮忙没问题，3番5次的边待着去吧，这种贱人赶紧。你忍受的极限是几次？不能过3，是不过3。对，力1次。第1次不会哦，我教你没问题。第2次哦，你忙不过来，我帮你。第3次你有毛病，你他妈就不应该活在这儿，滚！哎呀，这样的呀。所以金姐选择的不力，蔡团长呢？力。你有那么耐心吗？有。你是因为金团长选择了不力，你才力的吗？那个金团长说贱人滚，我就说那就来这儿吧。你看，就很难得的，居然我们出现了50比50，力和不力，势均力敌。哎呀，这势均力敌应该谁先说啊？我先说吧。你确定了？我确定，我先说吧。大家好，我是爱力，但我选择不力。为什么呢？其实啊，换个角度去想，对一个人总是力挽狂澜的帮助，从受助人的角度来说呢，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你可能以为这是一份关爱，但可能带来的是一份伤害。举个例子，2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有个同事，他的教学能力呢不是特别好，而我作为我们的教研组长啊，我觉得我们团队一定要拿第1，所以我总是想要力挽狂澜，不断的帮他，帮了6个月，还是没有起色。他快想要放弃了，但我还是对他说啊，一定要坚持努力。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就是坚持不懈；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失败，就是半途而废。你不能放弃。我一直是灌鸡汤的嘛。但过了3个月之后，还是没有起色。最后我们很伤痛的让他离开了，大家都觉得好难受啊那时。但是过了不到6个月呀，这姐妹儿在全世界最优秀的投资公司做了一个职位。而过了2年到现在，他的工资呢已经是当时教学的5可能10倍以上了。后来我们才发现呀，他这个人特别适合1对1的沟通，逻辑非常清晰，但他不适合在讲台上讲课。我在想，如果当时2年前的我还是坚持一直的力挽狂澜，不断的帮助他，那是否给他套上了一个枷锁，而没让他实现他现在的人生呢？很多时候，一个蠢材只是放错了位置的天才。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一再的力挽狂澜一定是对那个人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是限制了他的自由。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力挽狂澜可能让他丧失了奋斗的欲望，甚至是机会。拿我自己来举例吧，我必须得承认，在奇葩说这个舞台里面，我的辩论能力确实有限，我就是属于那个老是掉链子的人。但如果每一次我一说话狂跳票，甜甜姐就上来立刻力挽狂澜，
帮我把票全部拉回来，看似是好事，但是呢，一来我会对他产生依赖，二来我会认为团队的胜利就是我自己能力的进步，这是一种幻觉。现在是好事，等到将来，如果我一个人要面对那么多的风险，那我就是最大的悲哀了。但好消息是，每一次狂跳票的时候，甜甜姐从来没有力挽狂澜，而总是倒带，放记录倒带。而且不仅没有力挽狂澜，还把我骂得稀巴烂。但是啊，我知道甜甜姐这不是一份小爱，而是一份大爱，这是母爱，母爱。你刚才对他的依赖就是恋母情节，你知道吗？对。但是啊，2天前的时候的晚上，在录完节目以后，甜甜姐把我叫到了酒店的楼间里。啊，没，在这个楼道里面啊，对我说，艾丽，你每次被我这么说，心里面会不会委屈？但你不知道的是，我之所以说你，就是一句话。恨铁不成钢啊！我当时听了以后，心里真特别温暖，而且我从头到尾啊，从来都没有记恨过甜甜姐，因为如果说她真的每一次都帮我打掩护，那我永远没有机会看到我的问题真正在哪里。我想进步，我是个弱者，但你每一次都力挽狂澜，那我永远要弱下去，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一个强者，我永远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各位。当你想要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甚至每一次都力挽狂澜救助那个人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爱可能是一份伤害，不要温柔地杀死他。非常感谢，谢谢。谢谢。理解很好。林心如小姐，鉴于你是一个这么没有主意的人，我决定每一次有选手发言完了以后，都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你现在选哪边啊？利还是不利啊？是有打动到我，哦、对我的意志特别不坚定。对啊，因为我觉得或许如果我们一直帮他的话，反而是断了他以后会走更好的那条路。对，不如就给他3次机会。对，否则就不利了。嗯，所以你选择不利了。不利吧？好，你别着急啊，听听这边说是吧？这是艾丽有史以来拉到票最多的一次。哦。艾丽，你今天晚上的名字可以叫给力啊！好，那别着急，我们看一看啊，对方立的是谁？我。好，李天宇。刚刚艾丽说了这么多，其实都偏题了。什么意思？他想说，如果我们帮他力挽狂澜的话，我们可能会阻碍他发现他最擅长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从而可能会影响他以后的前途。亲爱的，这个时候不是力挽狂澜出了问题，是你挽错了方向，懂吗？什么意思？如果你看到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他明明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是因为他做的他不擅长的事情，所以他深陷泥淖。这个时候，你的力挽狂澜的方式是什么？是来，亲爱的，我帮你认清你自己。你不适合做这件事情，你不要浪费你的青春，你赶紧走，这里不适合你，这才是最适合你的力挽狂澜的方式。所以艾丽，老实说，甜甜姐对你的力挽狂澜，不是在场上帮你女娲补天，填你那个天坑，而是告诉你说，你这件事情确实做得不够好，你要不要再深思熟虑一下，要不要继续在这个舞台上面走下去？这才是力挽狂澜最大的作用。作为一个斤斤计较的贱人，我要跟大家算一笔账。就是同事不给力的时候，我们帮和不帮，它的利弊都在哪里？老实说，如果不帮的话，其实弊处很简单，就是你会陪他一起死嘛。怎么说？同事为什么要叫同事？因为大家做的同一件事。你老板给你发任务的时候，他其实不会在乎你们俩到底谁做的多谁做的少，他关心的是这件事情你们俩最后有没有做好。而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同事来找你说这件事我搞不定，你帮我搞一下。然后我高冷拒绝他，我说亲爱的，自己事情自己做，我管你去死。那我同事能怎么办？他只能硬干咯。可是硬干他要干不了，那这时候怎么办？这个烂摊子会越搞越大，到最后收拾的人是谁？不要以为会有别人，还是我。到最后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做好，不管你是去跟客户赔礼、赔罪，还是老实说都肯定会拉上我一份。所以就是这么简单。
你怎么知道裴一定会拉账？想得美。他肯定会想拉，但是我不一定会去，然后客户也不一定会要。OK， 所以这就不帮的坏处很简单，就在于你会陪他一起死。那帮的理由更简单，我们在工作，大家都有长处和短处。今天你帮他做一件他不擅长的事情，改天轮到你碰到什么不擅长的事情的时候，他也会来帮你。这就是这么简单的利弊分析，好像是太过简单点，还有很多时间。那我给大家灌个鸡汤。说鸡汤就要有故事，于是乎我要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的，有2个人在一个工地上面施工，一个人看起来愁眉苦脸的，问他你在干嘛？他说老板让我在这里挖个洞。另一个人喜笑颜开，问他在干嘛？他说我要造一个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教堂。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就很开心。2个人在同一个工地上面，为什么做的事情会不一样？很简单，就是这对待工作的心态不同。如果我们认为工作只是听老板的话，做好这件事情，它只是一个饭碗、一个赚钱的事情的话，老实说，你可以不帮，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今天认为我要做的这件事情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它是建一个教堂，它是一份事业，那这个时候工作就变成了理想。就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今天国父孙中山会不会说，我们革命队伍中出了一个猪队友，好，那我们散了，我们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不太可能会这样嘛？事业和你工作的区别就在于此。我们之所以会选择要帮同事，为什么？因为我在乎的不是同事，是要做好这件事。阻拦我和理想之间的，不管是猪队友也好，还是对手也好，其实都不重要。因为对于所有的这一切，我都想要突破，而不是刻意的去划清界限。谢谢。七夕，对七夕。好了。好，3个简单的问题哈。第一个，你刚才说帮同事改一下不要紧，我也认为改一下不要紧。请问改一下和改很多下有没有区别？如果我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的话，多少次我都要改，因为我都要做好它。好，没问题。你刚才又说了哈，就是革命事业带着猪队友也没关系。可是革命事业难道不应该尽早的做出切割，这样子你的效率才更高吗？对，但问题是，那猪队友闯完祸，你要不要帮？切不切割和帮不帮不是同一件事。我可以帮他力挽狂澜，再把他踢出去啊。哦，对。力挽狂澜1次之后踢了出去，请问这叫做总是力挽狂澜吗？但问题是，今天我不是，那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同事总是需要你力挽狂澜，2种情况：第一，他总是在做他不擅长的事情，那很简单，我在他不擅长的事情上面帮了他，他在我不擅长的事情帮了我们扯平，这没有什么所谓。第二，如果一个同事他总是能出现，总是求你力挽狂澜，说明他后台极硬。面对这种后台极硬的人，我巴结他都来不及，我偏偏不帮他干，我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好奇怪的逻辑，你好腹黑啊！对，是这样，超腹黑。是吧？好，没问题。你刚才一开始呢，也还说了一点，就是说你要力挽狂澜的时候，不一定是帮这个同事，有些时候是请他去到更合适的位置。刚才咱金姐也说了啊，3次不行，他可能不合适，叫他滚，叫他滚，跟力挽狂澜是同一回事吗？不一定，要看他是主动滚还是自己被踢啊。因为如果我帮他认识到自己他是请辞，他不是被踢嘛。所以在你的观点里面，留着他也是力挽狂澜，叫他滚也是力挽狂澜，什么时候不是力挽狂澜啊？那要看他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他需要的是找准自己的定位去做一份另外的工作的话，能帮到他就算是力挽狂澜。如果他还想留在这个岗位继续干的话，那帮他做完就是力挽狂澜，取决于他。就这样吧，就这样，你们2个进入了绕口令模式了。开始。啊，这边是谁？各位都知道我在职场上比较有经验啊，所以今天说2句。其实一般考虑到这件事情，像我们这种职场比较有经验的人，我第一个反应，所有的人让我来力挽狂澜的时候，我都要先好好的思考一下，他为什么需要我力挽狂澜。就像金老师说的，1次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力挽狂澜嘛，显得我特别厉害嘛，能者多劳，说不定老板看到我，哎，力挽狂澜，将来给我升职加薪。可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需要我力挽狂澜的时候，我就要开始考虑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要陷害我的问题？因为在职场里边，你们不太明白啊，在职场里是这样子的，功高的人拿到功劳是 OK 的，但是如果出了错之后，谁来背这个黑锅？我每一次力挽狂澜，我不一定成功的，各位同志们，对不对？万一哪一次我力挽狂澜，我失败了，那个罪谁来担呢？那肯定是我来担呢。那个让我力挽狂澜的人一定会说，哦，那都是甜甜姐自己说的，可跟我没关系啊。那到最后失败的人是谁呢？
那不是我吗？那这个时候我就考虑考虑，艾丽是不是看我有点不太顺眼，觉得我在这个舞台上特别的光芒万丈，她要想把我一脚踹下去，所以次次都需要我来力挽狂澜。你们觉得对不对？有没有道理？这是一个比较假傻的人，用假的聪明啊来诟病我，特别想让我帮他力挽狂澜，让我出错，要把我范甜甜踢出去啊！这是坚决不可能发生的，我告诉你。只要有我范甜甜一天在，让他给我披星戴月的滚。还是在金老师后面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呢，我就很担心啊，对吧？我又看到成名了，我要担心他给我灌鸡汤，我特别害怕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同情别人啊，大家做好一个思想准备。就像我范甜甜也是，我作为一个艺人，有的时候在没有火的时候啊，别人2、3千块钱能请到我。最近我听说我是特别的火，每个人都跟我讲，甜甜，想当年你不火的时候，我跟你的情谊呀，是不是？你现在开这么贵的价钱，你这样不合适啊。我心想，是啊，我不能够这样做呀，人情大于天呐，是不是？这虽然跟力挽狂澜没什么很大的关系啊，但是我就觉得好像有这么一点关系啊。有，高兴怎样就怎样，就是人情嘛，他们肯定要给我们打人情牌嘛，我们要同情那些可怜的弱者嘛。你弱你有理嘛，我知道的。然后呢，我就想，对呀，我又不行。可是你到目前为止，因为我拖累了我们一起的艺人，这个价钱下降，那我不是害了我另外一条船上所有的人嘛？是不是？所以我今天跟这个电视现在以前的好朋友说一说。现在我火了，价钱得提了。过去的人情债，咱们就在今天了结了。我的人生要开始新的篇章了。最后呢，我要狠狠地说一句话，在职场要踩碎你的玻璃心，扔掉你兑水的速浓鸡汤，办公室不相信眼泪。12，提气啊！鸡蛋，鸡蛋我，反击他，反击。甜甜姐是这样，你都点了我这么多次名了，对不对？还是应该站起来问一下，我刚才听的时候有点困惑啊。困惑，因为都是办公室里面的过程和故事。对，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在所有的做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完美的员工，在各个方面技能都极其。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怎么可能有完美的员工？所以你跟我讲完美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不存在完美这2个字。谢谢。每个人对完美的概念和定义是不同的。对。你给我提完美，就是给我设个陷阱，给我挖坑，你要往我里面跳。这种人现在叫我在舞台上力挽狂澜，他就是挖了个坑，他现在想让我往里面跳，我不会上当的。谢谢，没有，甜甜姐，我劝你见好就收，坐下，一会儿变0了，我跟你讲，我尴尬了。甜甜姐，甜甜的这次奇袭非常成功啊！我们套路经典这话，这是完美。我可以问第2个问题了吗？啊，就是那么执着，你这个人。不，你刚才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跟我的认知是完全一致的。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了。那是不是有可能？打个比方啊，甜甜姐你辩论非常厉害，那有的时候艾丽需要你力挽狂澜，但是当你们讨论头上的这个东西是叫 Berry 还是叫 Cherry 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艾丽出来力挽狂澜一下，对不对？没有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因为他的英语没有我英语好，其实你不知道。等一下，不同的。他新东方教的老师，他不是8科的。甜甜，你听我说完。不同的员工，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长处，这没错吧？如果我们经常对那个需要帮助的员工力挽狂澜，并且成为一个习惯的话，是不是一个团队里合作的基础？当这个团队如果已经不成立的话，团队合作就说已经不成立。好，那我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很清楚了。我们现在团队合作已经不成立了，因为我这个团队已经上市信心了，我就不想这个团队里待了，我就要离开了。你还是不听我的，你还是跟我讨论这个团队的为什么呢？我你要下这艘破船了，我要上新船了，你怎么就是不理我呢？真的是。甜甜姐，哎呀，甜甜姐，这个船已经漏洞百出了。甜甜用了出大招了，这是我用了这种满嘴拉痢疾的模式。好，任老师，我们不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再说你一个专业辩手说我辩论比较强，你不是占我便宜吗？真是的。没有，我人生当中什么时候说过这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你请坐吧。我待会儿来解释，谢谢。啊，你真的就做了？他已经先坐下了。哇，这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奇袭了。
林心如小姐，你决定站在哪边？当然是甜甜这边了。啊，坚决不利啊！好，92%，正方，哎呀，来了。不要叫费我！其实我们来看看甜甜姐刚才说的点哦，从下往上看。他刚才说第3个点是他火了，恭喜你甜甜姐。但是这跟今天的题目有一点距离，对，所以我们就不谈这点。第二，他就说真蠢跟假蠢的人，他就说在公司里有时你遇到一些人扮真蠢，有一些人假蠢，所以我们还是不利了，所以我不如换一个更好的东家之类的。但是不管你去到哪一个公司，不管你去到哪一个地方，都会遇到同样的人的。如果你每一次去到一个地方，你都要披星戴月的滚，这样你要滚很多次。最后节点的时候，甜甜姐就说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不要相信眼泪。但是其实我们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大家想的都是同事跟同事之间，帮助跟被帮助人之间，但是我们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真正在这力挽狂澜、力不力过后会流眼泪的人物，那是谁？顾客，是顾客。你想一下，如果一个公司里的人有一些猪队友跟一些不帮猪队友的人，最后真正遭殃的人是谁？是那一批给了钱去买这个服务的顾客。打一个很简单的类比，我去点餐，餐厅吃饭，一定要聊吃的，多聊点。我硬聊了，我去到点餐餐厅吃饭，就想叫点小菜，但是那边明明有2个服务员，他们在聊天，就一直聊。我说服务员，他们说不好意思，我是负责这2桌的，他才是负责那2桌的，我不能帮忙嘛。那2桌是他负责的，这样最后遭殃的是谁？就是一直想点小菜但是点不到的我。20。真的是生死事小，吃饭事大。其实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很常见的那种官僚主义嘛，就是我们打电话去找我想办一个护照，他说不好意思，这不是我部门的，请你按2，我按了2，不好意思，这不是我部门的，请你按3，按了3，不好意思，这是4，然后按了一大堆9，不好意思，请你按0。就是踢皮球，你踢给我，我踢给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抱着同样的态度，那不是我的事，我不要帮了是我多事，那不是我的地方嘛。每一个人都抱着这样事情，最后遭殃的就是我们这一批不愿意，就好像可能就是甜甜姐这一批不愿意帮人的人了。到时他去点餐的时候，那服务员就在那边聊天，不帮他上菜了。所以我们才说，如果每一个人都怕吃亏，你怕吃亏，我怕吃亏，到最后是大家都吃亏，这样就很简单啊。不吃亏的方法是什么？就帮啊。这难得我可以讲一个故事。我是有出过去打工的，去打工的时候，因为我不说话，所以我总是做东西很快。但是我的同事们喜欢聊天，所以会做得比较慢。但是既然有一个这样的制度，就是大家做完了才可以一起下班，这样我总是做完了，没有理由在旁边看报纸嘛。这样等也是很浪费时间，这样我就帮他们啊，帮他们做完事情，大家一起下班。他请我去喝个茶，事情就解决了。没有人觉得解决了问题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怕吃亏，大家多少出一份力，顾客会开心，我们可以提早下班，这样就好了。谢谢。哇，这才是真正的鸡汤啊！我现在听明白了，他晶晶讲完以后，懒人都是好人给调教出来的，惯出来的，就是惯出来的，好吧？这边说完了，然后就剩最后啊，秋晨，好了，那个今天其实场上最重要的问题，刚才女生已经提出来了，就是总是要你力挽狂澜。刚才陈明说的也对，没有人是完美的人，我们都在某一些方面不那么给力，可是为什么不给力的同事那么多，却总是要你
力挽狂澜呢？事不过三，为什么总是出现这种情况呢？来，我举一个小例子好了。如今谈吃，我谈辩论。那我们打辩论赛的时候，会经常见到这样一种队伍。这种队伍里面呢，其他人都不是太给力，只有一个人的能力鹤立鸡群，表现出众。每次比赛最后一个发言，总能营造出一种力挽狂澜的效果。这种队伍会出现什么情况？队伍总是在输，可是这个人总是拿最佳辩手。各位知道最佳辩手是什么吗？就是人类的世界里面的 BB King。OK， 好了，那些评委会怎么夸他呢？他就会说：“哎，你看这位同学超强的，他总是力挽狂澜。”可是话这么一说啊，这个队伍的气氛就会变得非常的微妙了，对吧？队伍内、队伍外的人就会去问：“哎，为什么你一直这么给力，可是你的伙伴却一直都不给力啊？为什么你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愿意出力去相助，可是在危机酝酿的时候，你却没有出面制止呢？”这问题一问出来，没有人会回答，可是阴影和猜忌就在我们心里面种下了。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对方所说的那样子站在世界中心呼唤大家给力，不是的，我们要从制度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奇葩界的辩论赛跟他们人类界的辩论赛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输的一方要接受集体的惩罚。而且不管个人表现再怎么好，输的那一方啊，也是不会出现最佳辩手，也就是 BB King 的。只有在这种制度的设计之下，大家才倾向于把力气花在前面，而不是花在后面。大家才会有动力去分享自己既有的经验、知识和能力。各位，如果制度不是这样设计的，以大家对我们场上各种思们的这种了解来看，这个场面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们是可以想象的。比方说，我们这边有人想拿 BB King， 很简单啊，甜甜姐吊打艾丽就可以了，关对方辩有什么事情啊，对不对？先，我在私底下是见过，那简直就是辩论界的一场奇迹，特别好看，特别精彩，根本没你们什么事，甜甜姐就可以拿最佳了，对吧？就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个事情不能够这样子做。那同样的呢，我们说的不利，并不是说完全不做任何事情，我们是要在制度上面去解决那个问题发展的源头。在公司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大家想想看，一个好的制度设计是什么样的？好的制度设计一定是肯定你的工作成果，但是不鼓励加班，允许你去帮助同事，可是绝对的是权责分明，奖励优秀的团队，但是会淡化个人英雄主义，对不对？优秀的制度都是这样设计的呀。即便你帮了800个同事，你补了800次漏洞，我代表这些同事全村都感谢你，行不行？可是你自己想要升职加薪，任何人想升职加薪都要做出自己的成绩，而放在社会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赞扬救火英雄，可是真正关键的问题难道不是去追究那个火灾的责任吗？说得好，说得好。大家很爱看那个《复仇者联盟》，可是我问大家，有谁真的愿意生活在那个英雄辈出，但是危机四伏、惊涛骇浪的世界里面？就在《复仇者联盟》那个电影里面，他们自己就讲了，复联最希望有的一个世界，就是一个不需要复联的世界。所以我不知道对方希望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可是我希望宁愿活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里，做一个给力的普通人。谢谢。好，陈明，好，谢谢秋晨，慷慨激昂，说的非常有道理。除了离题以外，他这一段所有的内容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尽量不要让力挽狂澜的情况出现。我们在制度层面上做到事先预防，我们要把东西做在前面，不要让它出现力挽狂澜的情况。今天题目问的是出现了之后的选择。今天不是说我们制度层面让火不要烧，我们问的是火烧起来的时候，救火队员要不要冲上去？我们都希望制度做在前面，但对秋晨，我想你也认可一句话：没有制度是完美的，我们只能尽量减少力挽狂澜出现的概率，但它总有出现的可能。就像你刚才举的辩论的例子，我们在制度上不断的改进，会尽量减少那种前面说可能坑比较大，需要最后一个人填的情况。可万一出现了，最后一个人该怎么做呢？他最有能力，前面可能已经有了很大的坑，他站了起来，晚还是不晚？利还是不利？不利，是也许队伍就很和谐了，大家觉得哎你跟我们一样怂，然后就输了。可是利还有一丝赢的机会啊！你刚才不断的在提到制度层面上要不断的改进，哎，其实让我想到一个观点，跟我想的很像啊。
今天职场在制度方面的前进方向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往前面推10年，我们写字楼的隔间都是啪啪啪，一格一格一格，每个人在自己的隔间里，我不知道旁边人在干什么，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别人的事情我也不要管。现在我们去谷歌，去很多新的公司和办公楼，一进去敞敞亮亮，正中间一个大客厅，那是营造的一个什么感觉？是一个家的感觉。我们未来的公司也好，职场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一个家的文化，所有的员工在一起喝着咖啡。所以我最新看到的一个新闻，也可以抱着狗狗上班了。大家可以很热情的在里面谈论同事工作和生活已经越来越高度重合，同事在更多的场景里像是你的家人。各位，你家人弱了，你家人遇到困难，你要不要力挽狂澜？你要不要帮？你的弟弟哥哥出这事，你要不要帮？就这么简单呢。所以你看，刚才在对方所说的所有的陈述中，我刚才有记啊。甜甜姐说，我担心他是不是要陷害我，我担心艾丽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非要这么做我就走。秋晨说，你看前面挖了一个天坑，最后一个人一起来，那情景有点微妙。我们在对方的这种职场价值文化当中看到的不是真诚、坦诚和信任，看到的是颇有芥蒂，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猜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同事与同事都力挽狂澜的一个公司、一个职场文化当中，大家就像朋友一样的工作，大家就像家人一样的生活，这么一种公司有哪里不好呢？而且我再回到最初我说的那句话，也是我最后的一个落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永恒的强者，没有谁是永恒的弱者。今天别人有难需要你帮，明天你也可能有短板需要别人来扛。我们每一个人都抱着一种你有问题我就帮你的态度，团队合作不就出现，不就和谐了吗？就这么简单呢。说得好，谢谢。哪一位？我觉得，掌声响起来，我心甘。我谢谢你们。我觉得奇葩说录到现在，我一直陈明的每一次发言都让我思考到一个崭新的辩题，就是到底什么辩题能让陈明屏蔽掉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对，从长生不老到世界末日，从朋友圈到谈恋爱，从父母关系到亲子友谊，他任何时候他都能说 We are family。We are family。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陈明，咱们今天为什么不讲这个 We are family？ 为什么不讲人有没有缺陷？原因很简单，因为你讲了半天这个东西不叫力挽狂澜，叫做公司里面有分工。OK， 有分工，大家要互相协作的时候，是不是叫力挽狂澜呢？那不叫，什么意思？比如说，现在摄像老师需要我帮忙走个位，说薇姐，现在能不能摆个 pose 啊？我们后期好剪。我说没问题呀。你这句话说的是对的，就你刚才那个绝对得剪掉，那个，就你那个 pose 真的好剪。但是那个时候我有帮摄像老师力挽什么狂澜吗？没有。摄像老师是弱者吗？不是，我们两个是共同干了一件事儿而已，明白吧？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工种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缺陷？有。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做不到的事儿？有。所以才有职位设置这一说嘛。所以秋晨才说什么呢？制度解决。制度解决叫什么呀？叫每个人都待在合适的位置上，这样每个职位就不会有总是干不了这个职位的弱者，如今上餐厅就不会点不到餐。为什么？因为那个总是在聊天戴帽的两个服务员已经披星戴月的滚了嘛，然后他们就可以按照艾丽的建议寻找新的事业方向，来到奇葩说的舞台上了吗？这不是一个对公司、对客户以及对整个社会发展都非常有利的一个分工和制度吗？所以我们说分工对，爱对，协作对，可是
你处在一个让所有人都放弃自己的分工，并不适合你的职位上，你成为一个狂澜制造者。这个时候，你不是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呀，你是在世界中心制造暴风雨，你知道吗？哎，到了你呼唤爱的时候了。非常感谢你刚才用3分钟的时间帮我们陈述完了这个时代分工的重要性。但我要告诉你，那是属于过去的时代，那是工业2.0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中，不断的分工细化没问题，你知道吗？为什么现在格子间在取消，沙发在越来越多？我举个简单的比方，2个小例子，都是我们奇葩说的例子。第一是我们奇葩说的编导，我们奇葩说的编导就叫高科技全方位复合型新媒体人才。哇，你赢了，你已经赢了，不用说了，别放，赢了，赢了，我同意。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让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曾经的电视台里，剪辑的人负责剪辑，编导的人负责编导，写文案的人负责写文案，播音员呢专门播音，那是过去的故事了。现在我们所有的编导叫采编播演一体化复合型人才，连小片儿都可以演。他们从接待选手到策划选题，到写出文本，到后期剪辑、编辑制作，到打包，到上画幕、上字幕。我不是在拍谁的马屁，但这就是未来的方向。因为创意源自于一个人的心与另外一个人心在沙发中的碰撞，而不源于格子间中的隔离。这是未来的方向。所以我要告诉薇姐，你说的很对，但你说的很对属于历史。第2个小例子也是奇葩说，你知道吗？我在看第1季奇葩说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羡慕第1季奇葩说的选手。我们都在录奇葩说，这是我们的工作。大家坐在这里，客观上来讲，我们也是同事。老奇葩7强，我在第1季看的时候羡慕得一塌糊涂。他们是同事吗？不是。他们是朋友吗？不是。他们就是一个家庭啊。甜甜姐，我知道。我们还不是家庭呢。听我说完。单飞很多次了，哎，单飞很。陈明，听我说完。为什么你一句话就破坏了一个家庭？不。马东老师，我知道薇姐又说我要呼唤爱，但是这不是我呼唤出来的。如果7个人在一起说我们就是一个家庭，那不是真家庭。7个人天天我踹你一脚，你踹我一脚，这就是我们心中家的样子，你知道吗？不怕得罪啊！哇，你一句话又挽回了一个家庭。所以在整个第1季的舞台上，我们知道，不管艾丽在前面是什么样子，甜甜姐可以在事后骂她，薇薇姐可以在事后不断的训她，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在工作当中，义无反顾的力挽狂澜。就像刚才我觉得是林心如小姐说的非常好，拍片的时候有问题，我问题一定要帮，因为它会影响我的片儿。但是完了之后，完了以后的事情完了以后说，所以在他需不需要我力挽狂澜的那个瞬间，我们当然是需要的。但是至于之后，我是帮他、训他还是开他，那是后面的事情。今天辩题探讨的是这一瞬间，此时此地，总是力挽狂澜，别忘了总是力挽狂澜。是，总是力挽狂澜也是一样。为什么？因为你开了一个，下一次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就不利了吗？我们针对的又不是一个人，是无数次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的选择。最后我要强调的一个，也是刚才金姐和心如小姐可能一点小小的误解在辩题上。这个题目中前2个字叫同事，同事是没有开同事的权利的，开不开人这个决定在领导。我帮了同事力挽狂澜之后，我不是要你默默帮、傻子帮、按在地里帮，帮的事情要堂堂正正的跟领导讲。他老是出乱子，我老是帮他，领导，我说实话我也很累，但是为了这个事业我一定要帮，但之后领导您说了算。最奸诈的开还是不开？这种人领导必须。太吓人了，是不是傻不可以了，吓人了，哥们儿。人家都站在世界中心，你们就不能让人家呼唤爱吗？怎么了这是？所以最后一句话，我们其实向往的真的就是一个像各位、像对面坐的各位那么一个家的环境。家人遇难，请伸手，就这么简单。谢，别着急。他说的理由我不是完全同意，但是他至少说的一点，我觉得还是说准了，就是奇葩说这个编导团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往后面看，那个站在最上面的那个女孩啊，就是就橘色的那个啊，对，她呢，她经常大家会在奇葩说里看她演一些小品啊什么的，但其实她真实的工作是在组里面负责买盒饭。而且他是全组的颜值底线这个组就是最差也就长成这样了啊。
好，陈明说完了，一句话，给他说一句话，给他说。艾丽说，我就说一句话吧。今天我再总结一下，我们不是说不帮，是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帮，因为这个数就没头了。你说你帮了3次，你帮第4次，帮第4次你帮第5次，你要帮到永远吗？好了，知道了。只有一种人我会帮，就是我帮到山无棱，天地合。那是尔康，不是我同事，就这么简单。让要起来说话的。叫你管好你孩子，你怎么不管好呢？今天晚上楼梯见见。当然是要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帮到无穷。为什么？我们选择力挽狂澜，其实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想象成这个同事犯了什么错误，我们必须需要付出特别大的代价才能去力挽狂澜。他犯的错误，我们做出一点点小事，也许就能帮他力挽狂澜。经常发生这样的现象。小的时候，大家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同桌就是忘带橡皮了？你借他一块橡皮，对他而言就是力挽狂澜了，对不对？所以帮他一下是帮，帮他2下是帮，总帮他也无所谓。在不断的帮他力挽狂澜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获得一点什么？总共2点东西。第一点东西可以让我们获得一点满足感。其实这种满足感的建立，不仅来源于我平日工作办得好，也来源于当我其他的同事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有这个能力去帮他，而不是别人有这个能力去帮他。第二是，如果这个同事被开除的时候，大家闲言碎语，我有话要讲，这点很重要哦。就是我们在评价别人的时候，往往要提说他这件事他做不了，他为什么做不了？潜意识里是我能做，所以我才有资格讲。所以我如果没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有什么资格去评价他呢？所以当我不断的为他力挽狂澜的过程当中，他有一天就算被开除了，就算离开了这个公司，这个时候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告诉大家他的问题出现在哪里，而不是像一些鸡婆一样闲言碎语，这是一个资格的问题，对不对？就2点，谢谢。好，哇，钟玄义老师要发言了啊！我帮对面力挽狂澜，这件事情很奇怪吧？我先制造点狂澜，等会我们队友再来挽一挽啊。刚才斯拉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你的举手之劳可能就会帮别人力挽狂澜，你怎么会不帮呢？我们当然帮，我一定会帮。可是我请问你一件事情，我帮完了你之后，你跟我说周老师，你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吧，这算个什么呢？你会不会这么说？你不会嘛？你会说周老师，你救了我了，你刚才就借我一个橡皮，就使我的高考能够考上大学，你力挽了我的狂澜。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没有意义嘛，就是说你只是把那个力挽狂澜的标准进行这个相对化而已，这个没有意义。然后陈明那个我就不想说你了，就是你那个更奇怪。马老师你知道吗？他在给你挖一个很大的坑。为什么？他在告诉你，你们奇葩说剧组很多编导都是狂澜制造者，每一个人都制造了无数的狂澜。站在沙发上，然后不同的狂澜对撞，明白这意思吗？没有啊，你们奇葩说不是一个个的小格子，而且每个人在沙发里面都在制造狂澜，别人都在帮他补。我觉得是你在帮我告诉我这件事儿啊。我在帮你揭示陈明讲的那件事情。你在帮这一组力挽狂澜。翻译一下，翻译力挽。我翻译一下刚才哲学家所说的德语。你不可以讲的比他多。非常简单。你只翻译哦。你借我个橡皮擦，你说就是举手之劳，没问题。你总管我借橡皮擦，你这不是让我力挽狂澜，你是把我当文具店呢。是为了讲这一句吗？第2句，马老师，你别觉得他们人人全能对你来说是什么好事儿，这意味着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离开你单飞，你知道吗？哦，你这是翻译？翻译了。你这是创作，你知道吗？我在创作。来，吴京。薇薇姐刚才就用了行为艺术告诉我们，她帮啊！你看周老师录了多少集了，每一集周老师都有一个坑，每一集薇薇姐都站起来。对，所以这不是总是有问题，总是在帮忙吗？这不是一家人吗？我要来力挽狂澜了。所以说不帮，其实到最后还是会帮的。对呀，没有这个要向如今解释这件事情。如今是在这方面不太明白。
这个不是同事之间要力挽狂澜，他是用行动证明一种东西，叫男女之间的情愫啊，跟同事没有关系。对，跟本题没有关系。今天是来干嘛的你们？不是，就说明有问题，但是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不能说，让他们自己说。哎，好感人哦！你们才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吧？对呀。还有再倒带回去看每一集，他们是不是都坐在一起？这就是说，有时狂澜挽一下，挽一下，挽一下，还可以挽出感情出来，这也不是很好吗？后排的服务员都站起来干什么？过来你们。啊，好吧，好吧，让我们留一个悬念吧。林心如小姐，你听出其中的奥妙了吗？我大概知道了。哎呀，连你这么耳朵根子软的人都听出来了。好吧，我们辩论就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哈。我们要听听两边团长和最后林心如小姐的立场选择。那这个两边是康永哥先说还是金姐先说呢？看金老师的意思，我都好。你先说吧。好，大家都看过《康熙来了》吧？看过。小 S 是不是很可爱？非常可爱。可爱跟爱是不一样的。可爱是可以爱。就你不可以。刚刚范甜甜离题讲一下她现在红了、身价变高了的事情，我就顺着这个讲一下啊，就是演艺圈呢，不是谁红谁身价高，是谁力挽狂澜谁身价高。好，康熙为什么那么好看啊？就是康熙一沉闷的时候，小 S 就力挽狂澜，那就像一场沉闷的足球赛，有一个人踢进1分，全场的观众呢为之欢呼陶醉的同时，他就在乎那进球的一刹那而已。所以足球踢了那么长的时间，观众在记你怎么运球、怎么挡人吗？没有，观众记的就是进球的那一瞬间。林心如演戏也是一样，就是她让观众刹那之间泪崩的那一刹，那个就是立功的时刻。我们看《还珠格格》的时候，谁会记得那些在清朝的宫里面走进走出的那么多的人？你还是会看那几个打动你的角色，因为他们射门得分了，他们要你笑你就笑，要你哭就哭。所以林心如赚到了很多人的热泪，小 S 赚到了很多人的笑声，范甜甜你自己赚到了大家的欢呼，那就是你们力挽狂澜的时刻。我们有钱的大老板们不花钱在你们身上，花钱在谁身上？对不对？所以你们刚才双方都非常的理想化，一边在讲要靠制度，一边在讲是 family。好，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我对于每个人生活的追求最简单的原则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生活追求最简单的原则是实现你自己。你很弱，就实现那个很弱的你自己；你很强，就实现很强的你自己。人只有在实现了自己，才会感觉到快乐，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你赚多少钱，你创多少公司，那都不值得你实现你自己。如果你很会种花，把花种好了，你就实现了你自己，你就会感到满足跟快乐。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当别人能力很差的时候，你要不要力挽狂澜？你力挽狂澜，在我想象中，既不是那个制度要求你们要分工合作，或者是这边说客户会满意或者是不满意，是你有这个能力，你干嘛不实现你自己？你为什么要把两只手插起来说，老子就是不帮你的忙？你耽误的是谁？你耽误的是你自己啊！你有几次机会可以把手这样踹起来说，老子不帮你忙？你每年12个月踹12次手，你这一年就过去了，你要到哪一年才实现你自己啊？所以你有能力，你就要发挥出来。你何必为了别人是笨蛋还是弱者，你就不发挥你自己？这没有道理嘛。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哦，那你有能力力挽狂澜，你当然展现你自己。那些没有能力力挽狂澜的人怎么办？那些就是求你的人啦。世界上就这么2种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辩题是说，当别人求你的时候，你要不要出手？我是绝对出手的。我干嘛不出手？我不是为了可怜他或怜悯他，我是为了实现我自己。我是想知道我自己可以讲到什么地步。你认为我每次在这边讲话是为了要让我的队伍赢吗？
我在这边讲话是我要讲我要讲的话呀，我是要讲给你们听，让你们听进去，我觉得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就算我讲了什么话，让分数变得比较高一点，那真的不重要。就是你立完什么狂澜，你在你这边餐厅里面，像如今讲的，他培养了什么美德？就是别人不做事的时候，他做事啊。你认为那个勤劳的美德没有种在颜如晶的身上，让他变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人吗？我觉得有。所以每一个人的经历，每一次力挽狂澜，最后是作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让我们变成一个更棒的人。心如刚刚讲得很客气，说同一个笨蛋新人不会跟他每一出戏都撞上。如果撞了3次，心如总会开口说：“我们下次不要再请那个人跟我一起演戏了吧？”可是很不幸的事情是，当林心如说“我们不要再找那个笨蛋跟我一起演戏”的时候，还会跑出另外一个新的笨蛋来的。所以林心如还是得力挽狂澜，她还是得在这出戏很沉闷的时候表演一个特别棒的一场戏，让观众为之落泪。然后康熙要做10几年的节目，我们哪一集不会遇到一点状况？我们怎么会不需要少一次力挽狂澜，让大家笑出声，觉得这一集是值得欢笑的一集？所以力挽狂澜是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为了那个求你帮助的笨蛋。谢谢。说得好，哎。好，我们来听听金姐。我觉得今天这个辩题啊，我们在看那个卡通片的时候，他用一种职场的方式告诉我们是个职场现象，在职场当中跟你工作的人总是要力挽狂澜，是你的态度。其实，在我们现代社会当中，这种事情已经涉及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现在在社会当中流传着一种观念：我弱我有理，你就该帮助我，因为你强，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与人为善是人的基本一个准则，但是什么事情都是有限度的。大家记住，无限度的爱那是滥爱。做人是要有原则的。1次我绝对帮你，2次我救你，3次你有问题。社会交往当中，每个人这个节制度就决定了你对社会的负责任。像心如说的，每次换个新人，这人需要帮助的话，那如果是永远是新人的话，我永远会帮下去。但一个人重复3次的话，我就觉得我不会再帮了。这个概念咱们要清楚。为什么我们有善良的、美好的语言的同时，我们有那么刻薄的语言？金姐在国内是典型代表，刀子嘴豆腐心。我说话比谁都狠，但谁需要我帮助他，我会帮助他。但如果我在帮着3次以后，我发现我害了他的时候，我就不要帮助他了。这时候我用最恶毒的语言，哪怕他不能接受的毒舌的语言，我抨击他，他骂醒了，我是救了他了。在职场当中，我们都是平等的。如果你要是力挽狂澜有那个决心的话，像马东一样自己开拓事业。在职场上，对于弱者我们要伸出援手，但对于无赖打住。请记住，总是求你力挽狂澜的人，不要救，不要活，自生自灭。说得好，说得好。我相信现场纠结的应该不止林心如小姐一个人了。我们现场的观众在听完这个双方对涨之后，到底作何选择？我也再给你一点时间。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职场故事。我在2个伟大的单位工作过，第一个叫中央电视台，伟大之处我就别多说了。第2个单位叫爱奇艺，它在5年内走到了整个行业的领先位置上，伟大之处也不用我多说。2个如此伟大的单位，我仔细回想，他们的共同点有什么呢？我觉得有3点。第一是，他们经常给员工提供一种喝了就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第2点，他们可以无限量的满足你一吃就变豆腐的豆。第3点，这2个伟大的单位门口都停着非常多的狂拽炫酷、炸天的东风标致 308S。好了，做完了，该我说了。现在该你了啊！其实呢，康永刚说的话呢，也非常打动我。
金姐说的话呢也非常打动我，但是因为我自己个人没有职场的经验，我从一开始就出道，然后就是进入演艺圈当模特儿拍戏，然后到现在当制作人。当然，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是总是力挽狂澜嘛。面对新人，我曾经也是新人，所以也有人力挽我，所以我才有今天这个时候可以坐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当我可以挽别人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会去做，但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因为如果我每一次都这么帮你的话，我拖累是我整个大的团队，整个大的家庭。对，那这么大的损失，我要对谁负责？是我自己必须要负责的。所以我可以给你机会，我一定会给你，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可是呢，我觉得这个机会你不能给了一次之后，你跟我要第二次、第三次。之后你就没有机会了，这是我的观点。所以你的选择是反方，不利，是吧？好，我们这个3位导师都做出了最后的陈述，请现场的观众做出最后的选择，利或不利。开始，5、4、3、2、1，反方胜出。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一再的一往狂澜一定是对那个人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是限制了他的自由。在职场要踩碎你的玻璃心，扔掉你兑水的速溶鸡汤，然后办公室不相信眼泪。没有人是完美的人，我们都在某一些方面不那么给力。最后的任务时间到了，来，请我们3位导师分别在这个小题板上写出你心中今天的最佳辩手，他将获得的称号是本场 BB King， 同时他将获得由古力多燕麦牛奶提供的10万元抗饿基金。好，我们从这个女神开始。心如为什么不着急？先说说为什么是她。一开始我的立场其实是蛮不坚定的，我一开始是立的嘛。但我听了她的一番见解之后，我觉得她说的非常的打动我。然后，可她最打动我的是她头上那2颗东西。所以是她使你成为了一个肌无力患者，是吧？力变不利啊！深深被她打动了。金姐呢？今天我觉得她是表现得非常好，在几场下来是表现非常好的一次，最好的一次是我给他。康永哥为什么选择扣的那个人？他被他妈给抛弃了，我奖励他一下。OK， 哎，请亮题板，看一看。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深井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来，请亮题板，看一看。本场获得抗饿基金的是艾丽。不好意思，就是艾丽其实已经困惑了好久了，每一次辩论完了结束的时候都跑到这儿说：“马老师，我今天好像又不在状态，又不在状态。”他学这个学那个，今天开场的时候特别好，似乎找回了自己。今天是你最有范儿的一次表现。谢谢。感谢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谢谢古力多燕麦牛奶，再见。